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欧洲应用超导会议啊，就 EUCAS 啊，已经结束了，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举办的这个 EUCAS 呢，恰逢啊 LK99 的这么一个爆火，也更加吸引了普通公众的眼光。那这次会议啊，要用我们墙内的语气来说呢，是不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呢？你说是就是啊，那因为它会议的原本的议题肯定都完成了，所以你说它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也没啥错误。现在给大家看到做的 3D 视频啊，就是会议啊最后举行晚宴的场所，叫 Dumbo。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看了半天，我觉得它像一个旧工业厂房改的，因为它紧挨着铁路嘛。后来看了一下介绍，还确实真是。看到这个结构了吗？它很像一个纺织厂的厂房或者类似的是吧？拱形的顶，有很多的窗户。晚宴啊就在这儿举办，还是很热闹的。那么从 Twitter 上啊，还有官方报纸上都看到了。这是这个里边的这个场景，大家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结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办的哈。这是晚宴的这个情况，开什么会议都离不开吃喝玩是吧？该正式办完了，大家还要休闲一下啊。这里边不光有吃喝玩啊，这个还有乐队的表演，大家看看，还是很热闹的。那这次会议啊，实际上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主要就是因为 LK99 啊引发的这个热潮。这个 Dumbo 这个社区啊，它原来呢是一个旧工业区啊，做了一个环保的改造，这一点呢我倒是挺赞成的。它不是我们看起来那种高大上的国展啊，各种各样的展馆，它就是一个废弃的工业厂房。它做了一个有效的利用，所以无论是旧工业区啊、历史中心，或者是废弃的郊区，不消耗土地的情况下，开发新的城市硬体工业。这就是欧洲他们现在的比较这个在用的这个时髦的这个环保理念。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还是不错的啊。那讲完这个晚宴啊，实际上这里边啊是有不少批评声音的。我们看一下，有一个批评的声音啊，就是关于这个的。这是推特上的一篇文章，他讲了就是一个推友吧，在对这次 LK99 圆桌会议的这么一个评判。他说呢，我现在啊不想批评主流的科学家，但是啊，在昨天发生的关于 LK99 的公开发表的这个圆桌会议内容啊，很让我失望。看来啊，这位推友呢是个倒的啊。他对于意大利的女教授，就是那位 Lilia 一贯的消极态度，他说我是无话可说，这太过分了。而且他的依据并不是直接的理论计算或者实验结果，就是说 Nature 的那篇文章，而且那篇文章的证据呢又来自于马普的一篇这个论文，所以呢他觉得不可理解。另外呢，他对日本教授啊，就是那位Toyoshi Tamagai 啊，他的态度呢也感到很奇怪。仅仅因为它的来源啊，不是来源于自然或者武士精神，就可以说不是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知道日本人啊不会傻到光凭别人的说法啊就来表达，而是他认为日本人会偷偷的热衷于进行实验。下边呢就讲到我们张博士了，他说什么？他说Chinese 方面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提问者的身份来看，是一位反对 LK99 进行积极研究的这么一位教授，他指的就是张子立博士那么他们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想要的答案没有出来。但至少呢，佛罗里达的教授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是那位 David。看看这个 EUCAS 啊，似乎每个人都在宣传他们的研究是正确的。那看看就像广告一样是吧？如果他们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他们也应该尊重别人的研究，直到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啊 ，EUCAS 中发布的内容是我们这个社区1个月前就在讨论的内容，所以没有什么新内容。唯一有趣的就是他们的保守态度我们也不完全持积极态度，但不消极的看待的原因是他们的数据是干净的，没有谎言。虽然上传到存档的论文很乱有好些这个单位不对，但是不管怎样，看到量子能源研究所、韩国电力公司能源工程学院提供的内容后看到他们最终的结论，你再做判定也不晚。这是这位推友做的，这叫 XD 他做的对这个 EUCAS 这么一个评论显然呢他认为，我猜他认为是倒的。他对于这些教授们在台上
众口一词的表示 G 感到是很不满这是 EUCS 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奇怪的。那实际上在知乎上也有网友在评论 LK99， 他说呢 LK99 给我最大的见识就是我了解了真实的科学界是什么样子，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原来以为科学界是比较理性客观的，现在看起来其实也是在未知边缘领域，利益倾向性是很强的，科学家之间的博弈姿势也不优雅，看不出多年教育应有的自律和自重。那这位网友说的可能稍微有点过，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意思也是我想说的。就拿这次的 EUCAS 来说大家知道这个会议能举办，能让大家唱，能让大家跳，能让大家吃，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有赞助商。那赞助商是什么赞助商呢？就是这些传统的目前已有理论的支持者的这些赞助商那他们的利益和 LK99 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这就是这位网友对这个 EUCAS 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讲完这个 EUCAS 我们回到中国我们再看一下在过去一段时间比较火的我们说的牛剑渣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和 CSU 渣男他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比较早的就介绍过牛剑渣的情况牛剑渣呢在 LK99 复现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而且呢有很多实验呢也非常有意思。那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长时间的尝试之后牛剑渣他们呢有了自己的一个总结吧，算是那么实际上这个 CSU 渣男和牛顿的烈焰激光剑都是在读的博士生。那么在整个复现过程中他们一开始呢是接受别人的资助，后来呢逐渐呢就使用这个自己的资源呢开始做一些实验。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做的这个实验的一些画面这是牛顿的烈焰激光剑最新的这么一个关于LK99 的复现的实验，我做了一个画中画，右上角的呢是大的画面，中间的呢是我放大的，右上角是画中画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摇头摆尾闪跳等等。我个人总体来觉得呢，这边上这就是磁铁的边缘，它现在这个地方这条线就是磁铁的边缘，可以看到这个样品呢迅速的跳到了边缘。这和我们之前介绍过几次的中山大学的那位陈彦宗博士他的论文讲普及磁性的这些常识里边呢，那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和这个 CSU 渣男他们是师兄弟他们就是在这个复现过程中合作来做其中这个 CSU 渣男呢就是主要在操作这个牛顿的烈焰激光剑这个账号的他讲到的最近也这个 EUCAS 会议上面说这个史文超导是魔法。另外呢他说他自己回应了最近一段时间开学之后一些工作的内容，表示自己呢比较累了我不想再做下去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他原话说，我的学位论文至今是千疮百孔，需要我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呢他说回正题，通过多次实验呢，我个人觉得通过如此的固相培烧工艺几乎无法获得大块的磁性样品。我们每次得到的具有磁性反应颗粒都很小，这让我逐渐心累。另外呢他也提到了真可爱呆他们那种水热合成的办法，他说呢我已经累了，你们做吧。当然他希望呢最终会出一篇论文给大家看。目前来说呢他更关注于科普书籍、医学科普书籍和看一些疾病症状的表现。年近30呢开始怕了，看来呢这位兄弟呢看来是比较累。另外对实验的花销也给了一个解释。这是他的一个对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这么一个总结，看起来呢是要封炉了起码 LK99 这一段的实验呢是要封炉了。
那当然，我觉得呀，在所有的实验里边呢，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啊，他们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呢，确实吸引了我们的大众的目光，也给大家做了相当的科普。可以说一线在读的博士，他们身体力行来给大家普及这个超导的知识，并且他们真正的去介入了 LK99 的这么一个复现的过程确实是对我们让我们长了见识这是关于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它的这么一个总结。那下边是我们要说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已经逐渐的不少在语音版 archive 上存档的论文呢，开始在一些主流刊物上发表了。那关于这些论文呢，我们前面介绍的过那位金仁基就是韩国的一位这个也是一个材料学相关的博士呢，他给出了他的一些看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金仁基他是怎么介绍这个相关这几篇论文的。我们先看第一篇论文，就是思良他的这个论文思良的这篇论文已经发表在了 APS 很有意思吧？这篇论文呢，实际上我们在8月2号就给大家讲过他这篇这个关于理论研究LK99 的论文。那现在呢，在 APS 主刊上已经发表了。那有意思的是，关于 LK 研究的他的主要研究者的论文还没有发表，而评论他的论文就已经发表了。这也是在过去科学界经常有的现象甚至呢，像迪亚兹的那篇 Nature 论文撤掉了，但是我们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文院士的他那个论文也发表了嘛，就是我是反对你的论文我发表了，但是最原始的论文反而撤掉了那这篇论文呢，之前跟大家讲过，思良和他导师的这篇论文呢，其实呢是一篇非常基础的 DFT 的这么一篇研究的论文他旨在寻找比较稳定的结构。我说是非常基础的，可不是我的角度来看，对于我来说很多东西还是理解不了。这也是另外一篇搞超导研究的大佬他评论的这个论文那么他认为呢，这篇论文呢想通过暴力排列来找到基态那认为呢，它不会比现有的 DFT 论文增加太多价值。那最原始的论文其实就是Griffin 就是最早的那个伯克利的实验室的那篇论文，它是第一篇研究 LK99 超导论文。那后边呢就出了无数篇通过 DFT 的这个理论来研究 LK99 超导的。那这篇论文呢，他很幸运，因为他做比较早，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思良呢至少他已经发表了3篇的语音版的论文是高产的这么一个学者。那其中的这第一篇他已经占了个坑，目前来说呢在 APS 上已经发表了这是思良的这篇论文。那这篇论文你说它是导还是记呢？它实际上是有争议的。那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他是有他自己疑惑的。那这个论文的结论关于 LK99 是否是指纹超导体它基本上看出来呢是没有给出非常肯定的结论。那实验结果呢，他们认为呢是令人激动通过他们计算看起来呢有成为室温超导体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呢最后结论里边呢还是认为呢目前通过他们计算，他们认为是绝缘体那观察到的金属态可能来自于偶然的这个掺杂。当然他们是有疑惑的。作者是什么疑惑呢？作者认为为何这个强关联系统没有呈现绝缘体是不是仅仅是由于偶然的这个掺杂导致的？第二个呢，他们认为同原子的精确排列以及相应的晶格结构在 DFT 中的难以预测，需要更大的这种计算。第三呢，他们认为更多的实验证据应该来确定它是否真正的实现了室温超导所以呢对于这篇论文是记还是导在知乎上在推特上都是有争议的。简单说呢，就是他的几篇论文，他一共发了3篇论文，实际上呢有角度是不同的。可以说呢，在各方面都做了阐述，给自己呢留了余地。所以这篇论文，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 LK99 是否超导以及其他的和同类论文比起来，并没有太突出的这个表现。那另外一篇论文就是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呢，是在CHEM Archive 上发表的。这个 CHEM Archive 呢，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化学的这么一个语音版的这个论文。
它是一个开放的这么一个平台，专门发布化学领域的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它是由美国化学会、中国化学会和日本化学会以及德国化学会共同拥有和管理，也是同行未有评议预印版的这个论文，主要是让大家分享这个数据。那这边嘛发表论文呢，也是也通过这个理论上研究LK99它的结构。那当然了，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位金仁基就是金仁基教授，他就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评论。他对于无论是就是这位最早的呢，他对于这位教授对美女比较热衷总是有美女冒出来。在对于这个思良的这篇论文看到了吗？无论是思良的这篇论文还是呢刚才我们说的美国就是化学会就 Chem Archive 上这篇论文呢，他都做了他自己的评述。他认为这些论文都可以看作是伯克利格里芬研究的延伸。这个我是赞成的。他们尽量尝试更多的组合，看看铜是如何取代铅的。到目前为止呢，其实都没有太新的东西。他说呢，如果你分析的好，你可以把它看作这个一个铜在里边的替代那么一个藏宝符可以这么翻译过来。另外他也讲到实验，他说第一次合成的人都会感到绝望。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烤100天，就是烧炉子烧100天也是找不到结果。那么他希望呢 LK99 他们尽快公布他们的结果。当然这篇文章很长它里边呢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维格纳晶体比较详细的提到了维格纳晶体。他说1934年呢，尤金维格纳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就由于电子之间的相关效应当电子的密度极其稀薄的时候，电子本身就可以形成晶体，称为维格纳晶体。那尤金保罗维格纳他是1902年出生，1995年去世他是匈牙利美国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不光他本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他对于量子力学对称性的理论基础研究对原子核结构研究有很多贡献，他绝对是著作等身。他的博士生也有很多获得诺贝尔奖，最著名的就是那位约翰巴丁那后边这个金博士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解释传统的 BCS 理论和库珀对的原理。他也讲到了科学史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当时在 BCS 之前德国物理学家Froelich 和美国物理学家 Pines 以及巴恩曾经尝试通过声子和电子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超导性。他们成功详细的描述了声子和电子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没有能够解释超导性。后来呢，当库珀加入了巴丁的这个研究小组并提出了围绕库珀对电子声子相互作用重新发展理论的思想的时候呢，就产生了 BCS 理论，这就成为金属多体理论的圣杯。但是由于实际材料系统中的电子和声子的相互作用非常弱，当时认为 25K 就是超导相变温度的极限了。之后对于陶瓷系的高温超导体呢，人们认为BCS 理论显然不适用了，并且在金属系统中呢，高压下即使在室温也可能发生某些事情的猜测确实存在。那么很多实验呢也证实了这一点。然后他又谈了这个维格纳晶体，他说陶瓷系高温超导体总会有杂质，这些杂质引起的能带典型切割费米能级，这是金属能带的典型能带。但是由于杂质的数量呢非常少，因此呢满足稀疏金属电子器的条件，也就是维格纳晶体条件。那么金属电子器自然形成导电的导体，但一旦形成了维格纳晶体或者其他的某种秩序，金属能带呢就无法再维持变成绝缘体的能带，打开了一个带系，成为莫特绝缘体。换句话说，稀疏密度的金属电子器由于相关效应有足够的条件成为维格纳晶体或者末端结或者莫特绝缘体。所以金贤卓博士呢是第一个在实验证明了这一点的人。实际上呢这一段就是说了 MIT 就是发现的过程，就是金贤卓博士呢，金教授呢，老金同志研究 MIT 和 MST 的过程。那么这个推文这个
Facebook 上这篇文章继续说呢，他说如果因为杂质带引起的稀疏金属电子器本应成为摩特绝缘体，而不是破坏 BCS 理论框架的作用，帮助建立生子和电子相互作用，产生库珀对的秩序，那么由于电子之间的强相关，可以发生的基于生子的库珀对，那采取 BR 理论来描述电子的相关性，就导致了 BR-BCS 理论。所以呢，这也可能是对现有 BCS 理论错误的未能解释高温和室温烧导体的声明。这就是这个金博士啊，他的一个长文啊，他这个喜欢在 Facebook 上发自己非常长的文章啊。除了美女啊，他最近呢主要就是在关注 LK99 的相关研究。这是金博士啊，他对于在几个期刊啊，一个是 APS 上，一个是Chem Archive 上的几篇理论研究论文的这么一个总结。所以他认为啊，传统的 BCS 理论尽管啊，这些人不停地发各种各样的论文，但是如果你是基于 BCS 理论来套这个高温超导或者室温超导，你很有可能是错误的。那这个金博士啊，一贯是比较是导的，他认为这个 LK99 啊，大概率是室温超导的。他也认为呢，无论是传统的 BCS 理论，还是他们用的工具 DFT 工具，可能都不足以来满足现在的室温超导的研究。这就是啊关于从刚刚结束的欧洲超导应用会议以及这个牛界他们的研究的一个总结，一直到最后两篇开始慢慢这个走向正刊的这个论文的一个情况的介绍。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